原本3个月才能好的腿，竟然1个月就好了，医生都惊呆了。殊不知这一切多亏了系统奖励的接骨粉。这段时间谢谢你了，不是你细心照顾，我也不会好的这么快。拖拉机声音很大，为了让江庆听清楚，傅少铎几乎是贴在他耳边说话。江庆身体都僵住了，屏住呼吸，忘记了反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你往边上坐坐，挨得太近好热。傅少铎愣了下，似乎没想到他会是这个反应，他往旁边挪动了下。江庆不满意地盯着他，傅少铎只好又挪了挪，两人之前错开半米距离。江庆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觉得呼吸顺畅了些。后面两人都没再说话，一路回到东安7队。周东阳知道傅少铎腿好了，后来看他，可算等到今天了，赶紧的把队长还你，这1个月累死我了。说完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傅少铎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你腿咋好的这么快？不是说要3个月吗？还以为这次复查回来得继续养着，哪想到竟然来了个惊喜。都是江庆的功劳。傅少铎把自己因为营养好，所以伤好的快的事，简单和周东阳说了一遍。周东阳都听呆了，听到最后心里有点不平衡。我太不容易了，在外面吭哧吭哧地帮你担着队长的担子，你倒好，搁家里享福，天天吃好的，换着花样的吃。江庆刚好进屋，听到周东阳的抱怨，不由一笑。为啥你没有？因为你没这么好的媳妇，没这个命啊。谁说我没媳妇的？我年底就要结婚了。哦，年底呀，那现在还是没媳妇。周东阳被对的没话说，气呼呼地看向傅少铎。管管你媳妇儿，害气人了。你小点声，把我媳妇吓到了。这还是我认识的傅少铎吗？这宠溺的语气特么太吓人了，是被什么附身了吧？江庆站在旁边，把两人的对话听了个清楚。听到傅少铎维护自己的那句话，他瞬间脸颊发烫。我去做饭，中午想吃点啥？江庆试图转移注意力，吃啥都行。刘东阳在家里吃饭行吗？行吧，某些人有口福了。江庆说完，转身去了厨房。真难以想象，我们副队长还有这么铁汉柔情的一面。你啥时候对他这么好了？我自己媳妇难道不该好一点？咦，周东阳做了个受不了的表情。你打算好好和他过日子了？本来我们也要好好过日子的。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人家照顾你1个月，动心了。我说不上来，但江庆他很好。其实刚才我都是在开玩笑。你媳妇儿最近确实表现不错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但我劝你最好还是再想想，对她到底是感激还是喜欢。两人都没发现，这时江庆正站在屋门口。傅少铎说的那叫啥话？啥叫他很好？这是在给我发好人卡吗？呵呵，没事，不生气，反正也不喜欢他。他做好饭摆到桌上，你们自己吃吧，我不饿，先不吃了。江庆转身走了。很快，屋里两人听到院门开合的巨响。周东阳看了傅少铎一眼，你媳妇儿是不是不欢迎我啊？要不我还是走吧。和你没关系，吃饭吧，我去看看他，你先吃。接着他唰地站起身，快步追了出去。看着好友离开的背影，周东阳感慨道：还说不喜欢江庆，瞧他这着急的样子，明明喜欢人家还嘴硬，也有可能是单身时间太长单傻了。我还就不点破他，看他啥时候能认清自己的心思。傅少铎匆忙追出门，站在院门口左右看看，却没看到江庆的身影。他选了个方向追过去。江庆从家里出来，漫无目的的往前走，嘴里还嘟囔着：臭傅少铎，臭傅少铎，竟敢给我发好人卡！江庆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不是在家吃饭吗？傅少铎怎么追来了？现在一点都不想看到他。江庆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周东阳说了什么惹你不高兴？他说话有时不着调。走，跟我回去，我帮你说他。惹到我的不是别人，是你。江庆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说：和他没关系，我也没不高兴。你快回去吃饭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说完，他转身不搭理他了。身后半晌没有动静。江庆纳闷傅少铎怎么还不走，心里说不上的烦闷。他回头没好气地说：别管我，你回去。话还没说完，江庆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。傅少铎蹲在地上，抱着腿，脸上很痛苦的样子。你怎么了？左腿好疼，可能是刚才跑得太急了。谁让你跑的？自己的腿刚好不知道吗？真不让人省心。江庆又气又心疼，嘴上数落着，手却已经伸过去扶他了。我扶着你，能不能站起来？好像可以。那你撑着我，自己别用力，咱们慢慢起来。好。江庆扶着傅少铎一点点站起来，又扶着他往家走。这会儿他早把刚才的不高兴忘之脑后，一心只惦记着傅少铎的伤势。我去和小李说一声，咱们再去一趟总厂医院吧。不用，没有大问题，回去躺躺就好了。真的吗？我看还是去医院看看。不需要再折腾一趟，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那好吧，那你赶紧回家躺着，这几天都尽量少走动。江庆声音里满是关心。傅少铎唇角轻轻扬了扬，刚才心里的慌乱已经在他关心的语气里全部消失殆尽。一会儿回家你也吃点饭，饿着肚子不好。回家吃饭。江庆想起自己在2道菜里加的2金条，算是最辣的辣椒了，顿时把头摇成拨浪鼓。不用了，2道菜你俩吃吧，我自己再做点。两人刚到家，周东阳正趴在水缸边，拿着水瓢往嘴里猛灌水。
东阳，你怎么了？周东阳大着舌头，说话含糊不清。我舌头都辣肿了。江庆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，实在是这家伙的样子太好笑了。傅少铎唇角绷得紧紧，似乎也在忍着笑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你这菜做的太辣了，不过味道是真好，就是吃了一半，实在辣的受不了。周东阳举着瓢，说完又喝了一瓢水。后来周东阳是捂着肚子走。江庆看了一眼傅少铎，没吱声。这2盘菜傅少铎是不会再吃了。周东阳这个倒霉蛋，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他在空间里偷吃零食，吃到肠胃炎犯了，竟然吐了老公一身。老公一点也没嫌弃，还细心照顾他。谢谢，还好有你在。江庆到了院子外面，看了看四下无人，闪身进了空间。中午没吃饭，太饿了，他在空间里打开一包饼干吃起来，吃完意犹未尽，又打开肉罐头，吃了个干净。这些东西下肚，江庆肚子里饱饱的，撑得他都有点难受了。等到了地里，他还在不断打嗝，嗝里都是肉罐头的味道。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田地边，所有人惊讶地看着，他们的队长手里拎着个饭盒，正在朝地里张望。很快他看定一个方向，向那里走过去。大家往那个方向看过去，然后齐齐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。原来队长是来找媳妇的呀，腿伤刚好就跑来地里看媳妇，队长对媳妇也太宠了。中午江庆饿着肚子去干活，傅少铎担心他饿着，就做了些吃的，拎着饭盒过来了。江庆一抬头，看见他站在面前，吃了一惊。你中午都没吃饭，我给你带些吃的。傅少铎把饭盒打开，里面的饭菜香气飘了出来。平时闻到这个味道，江庆一定很开心。可他中午在空间里吃的太多，本来就撑得不行，再被饭菜香一勾，顿时有种想吐的感觉。拿开，我不吃。江庆捂着鼻子后退一步。傅少铎迟疑地端起饭盒看了眼，自己的手艺还可以，饭菜应该没问题啊。江庆这十分拒绝的态度是怎么回事？你中午没吃饭，饿着肚子怎么干活？快把饭吃了。我不饿，不想吃。没吃饭怎么能不饿？菜里没放辣椒，不用担心。江庆无语。这不是有没有辣椒的问题，是我肚子里完全塞不进去的问题。不，大家都往咱们这边看，不想被围观，就赶紧把饭吃了。不，我喂你。反对无效。江庆接过饭盒，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情，大口吃了下去。干完活下工回家，他不得劲，胃里泛酸。江庆回来时，傅少铎已经做好了晚饭。吃饭时，饭桌上异常安静，他胃里还胀着呢，根本吃不下饭。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江庆没看他，只摇了摇头。没事，我不想吃了，你慢慢吃吧，一会儿吃完收拾起来，我去外面走走。吃的太多，胃不舒服。江庆想着出去溜达一会儿会好受些，然而他溜达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在回家时胃里还是隐隐的不舒服，就睡觉了。半夜，剧烈的疼痛把江庆给疼醒了，胃里翻江倒海的抽痛，他疼得冒出冷汗，哼唧出声。他这边的动静把傅少铎惊醒了。你怎么了？傅少铎才刚问出这一句，江庆就扑到炕沿，冲着地上呕吐了起来。傅少铎站得近，见了他一身呕吐物。对不起，我忍不住了。江庆道歉，声音虚弱，他不敢看傅少铎的脸色，估计他被气坏了。胃不舒服？没有预想中的责怪，等来的是担忧的问话。胃疼的厉害，可能是肠胃炎犯了。你的裤子快脱下来，等我好了给你洗。傅少铎却没理他，拎了一块毛巾过来，帮他擦干净脸，又灌了个热水袋让他抱在怀里。抱着热水袋能舒服点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他快速说了一句，就出了屋子。好在他很快就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叫小李，让他把拖拉机开出来，咱们去医院。对，去医院挂个吊水，很快就能好。要是这么干躺着，那要活痛死。傅少铎匆忙给江庆上下武装好。这时候外面响起拖拉机的声音，小李也到了。江庆只觉得身体一轻，整个人突地腾空而起。下一刻，他发现自己被傅少铎横抱了起来。本能的，江庆搂住傅少铎的脖子，保持住身体的平衡。这个姿势下，他的头窝进了他的胸前，滚热的胸口，脑袋放上去好舒服。一直到坐在拖拉机上，江庆都窝在傅少铎怀里。寂静的夜里，陌生的时空，似乎只有这个人是他最坚实的依靠。拖拉机开足马力，用最快的速度到达总场医院。晚上医院里有值班大夫，问了症状，又做了检查，大夫确诊的确是肠胃炎。最近吃过什么？江庆还没答，傅少铎已经在旁边把他们一天的饭菜说了个清楚。都是家常的食物，没有太刺激的呀，那可能是有放坏的，你们没发现。江庆心虚，他当然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就是吃的太多太杂，肠胃承受不住了，可他不敢说。很快，大夫开了药，倒了温水让江庆把药吃了。大夫，我不用挂点滴，吃药就行了。你这个情况不用打点滴，点滴都是留给最严重的患者的。这会儿药是很紧张的资源，都要用在关键时刻。大夫让江庆晚上留在医院观察，傅少铎陪着江庆待在病房里，旁边没有多余的床，傅少铎只能坐在床边的椅子上。感觉怎么样了？还是疼，不过比之前好点了。再等等，药才刚吃下去，起作用还得等一会儿。
江庆轻轻嗯了一声，就疲惫地闭上眼睛。本以为他要睡觉，然而过了片刻，他又睁开眼。谢谢，还好有你在。说完这句，没等他的回答，又闭了眼。也许是药起了作用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傅少铎静静看着他许久，抬手轻柔地拂开他额前垂落的碎发。这一觉睡得并不踏实，等他再睁开眼时，天已经微亮。江庆偏过头，傅少铎仰靠在椅子上睡着，似乎是睡在椅子上很不舒服。他眉间凝起褶皱，江庆不想惊醒他，便很慢地坐起来，尽量不发出声音，但就是这么一点动静，仍然弄醒了他。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胃不疼了，好多了，咱们回去吧。等等，再让大夫看看。不用了吧？不行，听话。最后江庆没拧过傅少铎，被他拉着又去大夫那看了下。大夫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这些天最好喝粥，吃软和的食物，忌辛辣。傅少铎听得很认真，默默地记住大夫的嘱咐。等他们两个走出医院大门时，小李开着拖拉机等在外面。队长，嫂子没事了吧？没等傅少铎说话，江庆笑着说：没事了，又生龙活虎了。傅少铎看他一眼，好了，伤疤忘了疼，昨天疼成那样的，不知道是谁。这2天注意点，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。听完江庆感觉心里暖暖的，被老公关心的感觉真好。